2045年，经济危机、能源危机让现实世界衰退破败，人们唯一的精神娱乐就是虚拟现实游戏，其中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要以近乎奴隶的方式在 VR 游戏世界里工作，以偿还没有尽头的现实债务。大家好，我是蜡烛，这期还是资本故事。开头的那小段描述其实是电影《头号玩家》里的剧情，这个情景会不会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出现，也是本期视频的一个讨论内容啊。这真的是我最压箱底儿的一期内容了，因为我会展现一些其他媒体没有的数据。这次疫情对虚拟经济、对游戏产业的影响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从我自己来说，至少是天天玩，日渐销售。我觉得现在决定借游戏引成败的一个关键点，是你能否对游戏的商业模式有充分的理解，比如游戏与资本的关系，烂游戏如何联合平台套路你，虚拟文化产业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什么。看完这期视频后，你一定会对这3个问题有一些新认知。那时如果你仍有干游戏的热情，那少年你真的适合传火，将来干脆去搞这一行吧。越是在经济下行周期，越有更多的概念被炒，这历史规律。这俩月微商作为小微企业的中流砥柱，先后经历了炒口罩、炒温度计、炒任天堂健身环，炒了一圈，他们发现还是健身环更容易被打造成年度最佳理财产品。不少微商虽然没听说过任天堂是什么，但这个东西确实符合当下概念，智能家居健身、物联网大健康，重新定义云健身。未来以来，这种东西不拿来炒都没有天理。而且 Switch 和健身环本身一直走的都是预购模式，很适合微商模式。不要问我跟我做代理能挣多少，总部在海外，我只是你仓库。你看我加入了任天堂家庭3个月，通过努力就喜提 SpaceX 火箭，然后在朋友圈下面再评论一个，哎呦，欣姐您又来了，感谢欣姐的回复，欣姐用的怎么样？升级随时找我。任天堂健身环已经被国内玩家买到全球断，在500台起批的微商炒家那里，90%以上的货都是空气组成的，或者说炒空气环已经成为另一个江湖。他们根本不知道啥是 Switch， 却把任表未来10年的产能都预知了，也完全没人在意这个东西原本是拿来玩的。我一开始讲这个其实也是想说，有时候证券市场炒概念的骚操作与朋克魔幻程度更甚于微商。我们的股票市场，奥巴马当选做冰柜的奥克马涨停，川普取得大选胜利做摄像头的川大智正涨停，某 CEO 红杏出墙当天做混凝土的红墙股份大涨。如果散户都支持东哥 OK，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当天香飘飘也大涨。这些老梗是讲不完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游戏，作为宇宙第一网游的王者荣耀已经高度渗透到我们生活中，对股票市场有时有着不逊于媒体的影响力。在3年前就有10几只所谓的王者荣耀概念股长期在线碰瓷抱农药大腿，这10几家公司因为与农药有些许业务联系，所以会被持续看好。比如17年的恒大高新曾3天内连续涨停，市值激增12.6亿，就是因为3天之前披露公告，正式向市场宣布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去年1整年我们一直在帮农药做市场推广工作，股民们说牛逼牛逼牛逼，但后来财务披露了经营业绩才发现，我靠，这家企业去年帮王者荣耀做推广的游戏分成仅有147万元。恒大高新靠农药概念从股市上获得的回报倒是比这个业务本身高了近1000倍。你这样骗技能是不好的。我觉得在游戏区找几位大 UP 推广效果都比这公司好，但直到3年后的今天，这家公司仍是最正宗的农药概念股。王者峡谷里的各种优化事件都会让他们涨，而且竟然会被整理出来。新版本优化，红 buff 增强了涨，蓝 buff 增强了也涨，反正没有绿 buff。要是再这样坑爹下去，未来指不定又细分出各种英雄概念股。凯增强了，凯鹰网络涨，扁鹊出了新皮肤，医药板块涨，蔡文姬被削了，嘉林杰涨，因为嘉林杰这家市值几十亿的公司的董事长曾经是国服蔡文姬，这样老总玩的就少了。反正当年公司把存贷双高连续暴雷业绩猛跌的锅甩给老总玩王者荣耀，大家也信了。虽然董事长早就被换了，可大家也不见得知道，这就叫市值管理。讲段子确实不是我的长板啊。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视频的正片环节。在2020年这个精致虚无的消费主义盛世，我觉得以王者荣耀为首的各个游戏公司的 Q1 财报也会间接影响着人们对虚拟经济的信心。目前腾讯的 Q1 财报还有1个多月才公布，但有之前几家沙雕媒体也有发表文章，说什么投行已预测出1月农药的营收，大量媒体开始跟风疯狂转载，但他们不知道这个数据的源头其实是来自于某家常年月均规模前5的券商的研报。写稿的记者们肯定看不到具体的分析过程，我觉得这个数据肯定是低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大佬，第一时间就看了这份研报的计算方法，算法略复杂，这里直接简单说结论。写报告的老哥只精确计算了8款促销活动皮肤的数据，因为只有这8款他得到了精准的销售额，而其他皮肤特惠活动和夺宝活动的流水数据只是较去年上浮了10%左右作为预测，这真的是一个绝对的硬伤啊！我觉得唯一一个理由是他不打游戏，或者根本不理解。当大家知道2月不用上班不用上学，对游戏的心态有什么转变呢？大多数当然是继续猛干啊，已经被删除的游戏肯定又被下回来啊。
所以最终媒体的92亿的数据起码有35%以上的误差，这是极大的误差了。这个数据我觉得在券商内部也影响了大家对腾讯市场表现的预判，而且农药的表现本应给虚拟经济来一针强心剂的，可这下作用又不明显了。那些十几只沙雕概念股也是跌停的节奏，我甚至想着会不会也导致资本在今年1、2季度对线上新经济的支持打了折扣，接着影响国内市场信心，接着影响美股信心，美股要是继续崩，全球都要被带到沟里去了，而这一切的源头竟然是那位老哥没打过王者荣耀。壮哉我大蝴蝶效应。回归我们的主题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缺好的游戏，甚至有一种天下苦俄久矣的感觉，用心创造快乐，没钱玩你滴滴的腾讯进化路径一直都是更多的充值，以至于国内游戏公司都是在追求量的增长，而非质的更迭。什么是质的更迭呢？比如任天堂能认识到电子游戏只不过是传统游戏在新媒介里的自然发展，人家是从100年前做扑克游戏、骨牌游戏，再到桌游，然后一代一代主机升级过来的。我们现在发明的所有游戏交互方式，任天堂全做过，因为这个企业会把游戏媒介升级当做自己企业的使命，所以他会一直投资新科技、新交互。那当下的国内就算再出现一款比王者荣耀还赚钱的手游，估计也没多大意思。它也许能把游戏策划中的上瘾心流机制设计得更好，但不见得能带来更多快乐。要想突破这个牢笼，做出推动媒介升级的游戏公司，是要有大资本支持的。所以未来的新型游戏公司只拿纯投资属性的钱，或者腾讯的钱是没用的，最好能获得以下3类具有产业属性的资本的支持：一、有强大的硬件分发渠道；二、有 IP 内容；三、有流量明星或流量 KOL。事实上还真有这么一家已经失败的国产游戏主机公司，曾经是用这个套路做的，就是斧子科技。这家逗逼坑爹的主机公司骚操作实在太多了。公司15年末首轮融资6000万美元，近4亿人民币，半年内就开了声势不亚于老罗的发布会。创始人情怀爆表，并表示未来游戏主机将3分天下，我们的主机在下面3个品牌中肯定不会是第一个出局的主机品牌。对，任天堂被他吃了，可惜发布了产品之后不到1个月就凉了。发布会预热烧的钱可能比开发硬件还要多，又请了无数媒体帮助传播。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电竞圈的朋友全在帮忙转发新闻，但是在发布会结束后线下正式首发售卖的当天只卖出去3台，我估计没准其中1台还是敖姓青年哥们买的，随后1个多月也才卖了200来台。这台机器爆死的搞笑原因也算是16年游戏圈的年度事件了。斧子营销团队本想靠当年的 CJ 再炒一波，怎料敖厂长视频突然出现一剑封喉，没给这家公司任何机会。敖厂长猴牛等 UP 也已经讲了很多，我就不多讲了。我只从资本角度分析啊，必须要承认斧子科技的创始人王峰在选择资本上真的是长袖善舞。王峰本身也是上市公司蓝港互动的老板，几年前爱逛漫展的朋友们估计也总能看见这家手游公司。斧子选择的几个资方都是当时最适合与游戏主机配合的顶级资源，乐视、暴风、福星资本、IDG 等。乐视投资斧子时，股价基本处于涨了近28倍的顶峰，而且乐视的电视可以作为分发渠道，乐视云的定位也是为其提供未来云游戏的拓展空间。而云游戏到今年才成为大火的游戏概念。谷歌刚上线4个月的 Stadia 云平台，目标是可以通过 YouTube 直接玩3A 大作。暴风科技几乎也是当时做 VR 产品中钱最多的公司，曾靠 VR 概念40天拿下36个涨停板。股价从发行价 7.14 元暴涨逾42倍至307.56元，这只妖股不仅前无古人啊，我猜也许在建国100年内后无来者。斧子的合作方熊猫 TV 也可以提供大量的直播内容。大家也知道15年的熊猫是不差钱的，当年看王峰的操作如同看爽文，谁都会说这局传的牛逼，但现在以上公司里全部破产或处在破产当中。还有吴奇隆的稻草人影视也是斧子科技的投资方之一，可以提供大量盛大文学的 IP 资源。复兴虽不懂游戏，但可以在后续上市流程中提供大量协助。创始团队其他成员也是大佬众多，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选择直接投资游戏或独立游戏研发团队的风险投资基金较少，因为在风投眼里，游戏行业算是一个很老的行业，可能对风投来说，人造肉技术、脑机接口、太空互联网、商业航天啊，才算是有技术爆发性的领域。所以斧子能拉到当时一线基金来投，并且整合这些具有产业背景的资方，是很有难度的。找到这么多顶级战力的资方，却还把销量控制在300台以内，如此的吃瘪，排面丢尽。我觉得这就好比今天游戏区排名前几的大 UP 全部宣布拖更2个月，说大家要出一个合作视频大作，最后视频发出来却出现了无3连0回复的惨案一样。当然这不妨碍王峰一直是一个巨老，毕竟当过金山毒霸的总经理，一定要给他一杯卡布奇诺。做过这个职位的人都是巨老，弹幕也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我有朋友曾经在王峰创办的天使基金里。
还是投了很多推动互联网发展进程的项目的。斧子失败肯定是有原因的，坑爹就坑爹在斧子的核心团队没有纯游戏策划出身。只要你是个老玩家，基本就能明白，是优质游戏内容带主机飞，不是顶配主机带内容飞。资本大佬们却没一个懂，所以再强的资本也抵不过任天堂一句为了更多玩家的笑容而做游戏。如果你以为这期视频就是皮一下讲几个段子和故事，那你就错了。下面进入硬核时间。现在游戏产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现在的手游生态已经进化到了大型联合韭菜收割机的阶段了。我看过一篇很牛逼的 research， 内容可能会引起大家不适。文章的核心论点就是，即便我们是自愿玩农药这种手游，且从未充过值或者只是轻度充值，你依旧能变相受到游戏资本的多重剥削。游戏产业的平台化会导致玩家的劳工化。为什么呢？一，你至少要耗费大量的流量，为了能一直保持高质量的游戏体验，你还要不断升级你的手机硬件以及周边设备。二，其实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首次将聊天软件绑定银行卡，就是为了去买个新手礼包开个赵云。但你有没有想过，游戏也许是钱包开通的一个促活手段？然后今年券商对各种钱包的营收预测非常乐观，这个我不便说太多，欢迎弹幕补充。三，所有写攻略包括在群里分享技巧的人可视为游戏公司的免费文案编辑，外加免费的推销员。部分游戏的代打产业链和打金产业链本身也是价值链上的一环，而游戏公司无需向他们支付工资。四，在未来数据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资产，数据将是极强的生产力，大量的信息流可以在其他领域轻松变现，这意味着未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界限直接模糊。这种基于上瘾机制的劳作方式对你时间的占用却是更加深刻彻底的。玩家们被统称为数字劳工或者玩工，外国文献用的词是 play power， 而且现在做这个方向研究的人非常多。讲到这儿真的是令我祖安第一李元芳眼角有翔划过，这简直动摇了我的世界观啊！因为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 LP 大佬旗下有无数基金专投游戏电竞，组建女子战队，然后我玩望远镜，他们9保1，看哪个游戏创业者不爽可以把他踢出群。旗下头号签约主播能怒吼一声我没开挂，而我每天只需在自己办公室安心上分。现在你告诉我，就算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其实也只是一个玩工，在我投资的公司眼里，我也只是个韭菜，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也的确让我很难放下执着，波澜不惊去复合。原来皇帝用的并不是金锄头，是在下书了。也许这时会有很多弹幕提到著名的奶嘴理论，这理论最早来自《Die Globalisierungsfälle》这本书。奶嘴理论大致意思是，就是游戏本身可能是为未来大量结构性失业的无用阶层提供的，是供他们消磨时间的奶嘴。我觉得这个说法毫无意义啊！我不太喜欢阴谋论，人家只是单纯想赚钱，用玩工理论讨论当下的手游更实际一些。就是手游其实不是消磨工具，而是更深刻彻底的实现 surplus value 的新工具。这时候深入讲这个话题，我充满着复杂的感受，因为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既有游戏曾让我懊悔花了大量的时间，也有游戏会让我永远认可那将是人生中一段宝贵的经历。所以我愿意将它再深化一层，就是其实当下的人类正面临着一次全人类的大迁徙，从现实世界逐步迁移至虚拟世界。所以现在的游戏从业者，或者是未来热衷于用游戏改变世界的公司，亦或是产业资本，究竟是让游戏成为 monopoly capital 的工具，还是利用先进的游戏机制来与新的文化机制结合，让现实世界变得更美好，构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比如应用在义务教育、志愿服务、医疗康复上。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个需要抉择的岔路口上，而我希望在这个路口前，有更多清醒的、有人文情怀的人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要走向何方。